拍影片的时候就是注意这2个东西就好了，环境跟互动，你就可以记录非常多很珍贵的画面。OK， 今天这部影片比较特别，今天就是想要用1集影片的时间来告诉大家我是如何帮我们家拍家庭 vlog 的。如果你也是家长，然后你想要为你们家用 vlog 的方式来记录生活的话，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很喜欢看相簿嘛。那当我们在看相簿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简单的拆解开来，我们就会看到2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环境，另外一个就是看到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像现在就是影像这么发达，其实我们也是同样只是在记录这2件事情。一个就是那个环境是什么，我们在哪里，那个地点是什么，那个地点那时候为什么长那样，那现在它是怎样？对，然后我们就会跟那个过去有一点连结的感觉，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是看互动，就是小时候的我跟我爸爸妈妈的互动原来是这么亲密的，或者是小时候我们手足之间的互动是这样，长大之后我们手足之间的互动是这样。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因着这些影像，可以有一些回忆的机会。我们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之所以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那我刚看一下，我们已经 PO 了100多部影片。对，那我们之所以会想要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就是希望在未来的我们，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小孩，当我们一起在回顾这段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影片可以看，好像有点是交错的时空的，有点对话的感觉吧。这样讲起来会很抽象嘛？不一定要PO出来给大家看，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它这件事情本身的记录，其实就已经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今天就是来告诉大家，我平常是如何思考这些事情的。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要想的就会是你要拍什么东西。拍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是注意2个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嘛，一个就是你要记录你的环境，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记录人的互动。所以我现在拍的这一段就是飞机降落。然后黄熙感到很惊讶，对，所以其实我记录的就是2个东西，一个就是环境，就是我们在飞机上面；另外一个就是黄熙跟我们的互动，还有黄熙跟这个世界的互动。拍影片的时候就是注意这2个东西就好了，对，所以我再说一遍，就是环境跟互动，就是把这2个东西记录下来，你就可以记录非常多很珍贵的画面。你一定也可以制作出一个你很满意、你会很喜欢回来看的影片。当你在做你的 vlog 的时候，或者你在做你的家庭记录的时候，你不用一直面对镜头讲很多话，因为背景会很自然的交代你在什么环境，然后人的互动、人的反应也会很自然的交代你在做什么事情。第2个就是你也可以用不同的镜头说故事，这可能有点进阶。简单来说，就会分远、中、近景。以写作文来说的话，远的有点像是在写一个大纲的感觉，然后中景就是会交代比较多细节一点的资讯，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在写作文的那个脉络。那近景就是会交代很多细节，就是你的用字遣词啊，你用的成语啊，或者你表达一些很细节的感受跟想法，那个其实就是近景在做的事情，大概可以这样分类啦。这我自己想的，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所以同样的，就是你可以在远中近景上面，你分别拍景跟拍人。所以远景的话，你就可以拍。比如说像是这个画面，就拍外面的很辽阔的这个海岸，像是这个画面，其实，虽然它的背景是一个辽阔的海洋，但是其实大家的眼睛会很自然而然的对在这2位男女身上，对，这就是可以用中景来表达环境。那近景的环境其实像是这样，我就拍了一个乌鸦这样子，其实这也不算是很近景，只是因为我的手机它的能力有限，那其实它就可以交代出某一种你现在所在的环境。远中近景拍人的话，远景拍人的话就有点像是这样，拍黄熙他这样远远的在一个地方，所以你就会感受到他这个人跟这个环境有某一种的互动。中景拍人的话，可能就有点像是这样吧，就是他正在看这个监狱里面。近景拍人的话，比如说有点像是这样，他正在跟我有一点互动这样子。对，那其实这就是稍微近一点，就你完全你的人，你是可以 focus 在这个人他的各种细节、细微的表情啊，一些细微的动作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拍一个 vlog， 当它没有这么有故事感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拍的大部分都是只拍中景，当没有远景的时候就会没有大纲，然后当没有近景的时候就会没有细节，大概可以这样子理解。但是以拍家庭 vlog 来说的话，有拍到才是最重要的。拍小孩就已经够难了，还要求这么多，对，所以有拍到最重要，对，所以不用想太多。拍摄的这些感觉，就是慢慢就会知道。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有些影片看起来就是看不太下去？
对，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会有个大家常见的迷思，就是你在拍的时候，你的镜头一直在动。最基础的方法就是你拍任何东西都不要动，不要动。对，就是这样拍就对了。像是这个，我在拍这2位男女他在海边的时候，我镜头就是没有动的。可是你不会觉得画面很无聊，因为你会看到刚刚有一个男人从这边经过，你有看到这个海岸在流动，你有看到这2个人好像是在讲话，那这对于一个观众来说就是一个好的画面。但是又有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可是那个人一直在走怎么办？比如像是我现在在拍黄溪，他在追着一些鸭子，然后他也问说为什么他们一直在走？对，这是题外话。你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就是其实黄旗它在这个位置上面相对的位置也都是没有动的，大概在这个左方的这个位置。那其实这也是某一种的不动，所以就是相机不要动，因为人的眼睛是会跟不上的，就是人的眼睛是会跟不上这么动态的东西的。就是如果你要拍一个画面不要动的话，然后它要是一个可以用的片段的话，那就是不要动，大概至少5秒钟，所以就是拍一个东西5秒钟。对。刚刚只有3秒而已，后面剪辑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些空间。拍摄上面还有一个就是很常有人问我们，就是会问我们用什么样的器材。那我现在在拍的这个它是 A6700 Sony 的相机，但是其实我们每次去旅行的时候，我们最多使用的其实就是 iPhone， 而且像我们这其实 iPhone 14也不是最新的，我都还是觉得它超级够用，就是不管是它的收音啊、它的画面啊。它的颜色啊，就算有比较之后，就会觉得啊，16真的很漂亮。可是14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也不会觉得不够好看，只是拍摄家庭的这个需要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手机就已经很够用了。但是什么样能适合用相机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手机拍出来的画面觉得不够好，然后并且你也可以感受得出来手机跟相机拍出来的差别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挑战试试看用相机，对，你就可以投资看看。其实上次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走来的，就是我们拍影片拍一拍，后来就觉得哦，就是其实很多画面啊，不管是拍照还是录影，我们都觉得相机真的是好看很多。后来才决定买了相机，也是在我们开始稳定上影片大概1年之后吧，我们才做这件事情。先求有再求好，所以就是手机就够了。OK， 那现在就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我通常在剪辑的时候我会注意哪些事情。所以进到剪辑的部分的话，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小技巧。那我现在用的这个剪辑软体叫做 DaVinci Resolve， 它算是有免费版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完全初学者的话，就可能会有点难，但是很值得学习，因为它就是在业界一个很厉害的软体，这样就是了。那我以前是用 Final Cut Pro， 如果你好奇的话，如果你是完全初学者的话，那就蛮推荐你用剪映的，它有电脑版也有手机版。如果大家想要学怎么剪辑的话，我可以再做一部影片，那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就是剪影片的时候就有几个重点，就是当你一个片段进来的时候，通常我的习惯就是我看了一下，然后我就会把前面大概1秒半或者是0.5秒的地方剪掉。通常最后面的部分我也会剪掉一点点，不一定是总是适用，但是通常会这么做。为什么呢？当我们在拍的时候，前面跟最后面一定会是最晃的。如果你要保持它不晃的话，那就是可以把它剪掉。所以中间的部分通常都会是最精华的，那你就是保留中间的部分。第二个就是你把素材就是要串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远中近景，你就是可以穿插放。还是这个搭飞机的这个场景，就是远景。然后再拍黄溪的反应，有点像中景，然后拍我，然后拍到弟弟起床了，这个近景就是这样子穿插，你的故事感就会跑出来，大家就会进到你的这个氛围里面，就会进到你的这个说故事的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个感觉。一个影片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或者人跟这个世界之间的互动。剪影片的时候，你要保留所有有互动的部分的素材，这就有点 sense 了。这就是看你平常是不是很关注人，比较有一点人格特质上面的要求。可是所以像黄溪现在他想要走进飞机这段画面，其实这个以构图来说就是构得超差的，然后切到头，然后背景也不够清楚，然后你看我的手指还跑出来。可是对我来说，为什么会觉得这个画面很珍贵？其实是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自己走上飞机，然后他在看这整个机场的时候，原本都是飞机都是在天空上飞，然后他现在亲眼自己要走进这个飞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瞬间就是他这个时刻他跟这个环境跟这个世界的互动，其实是很珍贵的一个画面。虽然拍得不好，但是我觉得我超级满意，我自己有拍到他的这个反应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你拍得不够好，你的构图不够理想，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有把
互动的这个元素给记录下来，那这才是所有的影片你需要保留最重要的素材。就是像是我们的影片，就是把这件事情不断的重复拍的时候，拍到环境，也拍到人，也拍到人跟环境的互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那这个互动其实是我们影片当中最重要记录的。片段进来的时候，头尾可以剪掉，然后留下最重要的元素，那就是互动的这个部分的元素，然后把所有的片段给串在一起，就是一个属于你们家最重要的 vlog 的记录。我就是照我刚才说的这样子的流程，然后把我们拍的所有片段都这样子处理，然后就全部丢进来，我就直接输出上传到 YouTube 了。对，就是这么偷懒，然后有上字幕啦，然后上一点音乐，但这个比较进阶的部分都可以再跟大家讲。最后有一些注意事项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拍小孩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网络世界，其实我觉得是有蛮多小细节需要注意的。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留下让任何人难堪的片段，无论是对你自己、对你的配偶，还是对你的小孩来说，我觉得都是这样。我发现很多人就是会 po 那种他们在骂小孩的片段，对我来说，责备小孩、管教小孩，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个不 OK 的，就是你会把你责备小孩的时候，小孩脸上的那个表情给记录下来，并且分享到网络上面。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比较不行接受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对他来说是一种他难堪的画面，他被责备的画面，但是很令人尴尬的，就没有一个人想要给大家看自己被骂吧。可能我们是觉得这是我想要跟大家讲，这是我的教育风格，这是我的育儿风格，这是我育儿理念。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小孩只是被我们变成一种我们的素材而已。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对，然后其实还有很常见的一种，就是看到很多人会把小孩就是只有穿尿布，或者只穿内裤，或者是有一点裸露的画面给 po 在网络上给人家看。这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我们在频道里面很在意的事情，就是我们是不会把小孩任何裸露的画面就是直接分享给大家看的。只要我们有注意到的部分，我们都会打马赛克，或者是我就会直接拿掉。对我来说，这其实也是一种保护小孩的隐私，因为你真的不知道现在网络上面就是有什么样奇奇怪怪的人。就是身为家长的我们，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觉得也有可能是我们比较保守，因为我想要避免的就是，因为我未来我想要跟我小孩一起回顾这件事情，所以我不想要留下任何未来我的小孩会不想要回顾这些影片的这个可能性。对，所以我想要留下他们最可爱，他们自己也会喜欢影片里面的自己，还有影片里面的爸爸妈妈的这种片段。因为像黄熙他现在就是莫名其妙，他就变成一个有点像是小网红小孩的感觉这样。虽然我们没有刻意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也没有完全没有想要拿它来什么赚钱变现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未来他的同学或是他的同侪之间可能会知道他有很多的影片，从他出生到他长大的影片都在网络上。我不想要让就是这些片段会让他的同学拿来当做嘲笑他的一些话题这样子。对，所以我会想要尽可能就是放他那些最好的画面在那个上面这样子。对我来说，我不是机器人啊，我也没有什么超级那种 AI 审查的功能，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很人工、很主观的在那个当下判断说哪一些画面我们要留，哪些画面我们不要留。所以其实有点是没有办法做到100%完美啦。但对我来说，就是要我随时删掉那些片段，或者是要我随时就是把那些影片拿下来，对我来说是完全没问题的。OK， 弟弟醒了。关于小孩裸露这个部分，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补充的，就是在 YouTube 上面，他们是非常严格禁止小孩有任何裸露的画面。我们频道唯一一部被黄标的影片，就是弟弟在澳洲出生的那个影片。因为弟弟出生的时候，他没有穿衣服。对，出生的时候要怎么穿衣服？但是 YouTube 对这件事情，他的判断是很严格的。我还去教人工审查，他的审查结果就是对你小孩没有穿衣服。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可以注意的就是，如果今天你想要记录那个当下，但是你知道你会不想要剪影片，或者你最近真的很忙，你没有办法，就是你没有空剪影片的话，那么就拍照就好了。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拍影片的人，但是我发现我后来真的会有很多的素材是，就是只是单纯就是放在那里，然后是没有任何的处理的那种画面，是对我来说我是更不想看的。拍照你很好处理嘛，而且拍照其实就是可以印出来啊，然后可以就是放在各种地方都可以看。可是一个没有经过
整理的影片素材其实是很难看的。对，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想要记录一些东西，但是你又不想要剪影片，或者是现阶段的你还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就拍照就好了。最后一个就是比起要用影片把很多生活啊或者是旅行给记录下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享受当下。对，像我这次我们去塔斯马尼亚旅行的时候，其实到最后就到后半段最后的大概7、8天的时候，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力气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真的超累，然后可能小孩子又有点闹，最后面我就决定我就是不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想要好好享受这个旅行的当下，这样就算我们拍下来一些东西，让我们未来可以回顾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享受当下，然后把你当下那个最好的状态，那些很美好的互动记在你的心里，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啊。而且其实那个对小朋友来说也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就他一定也会记在心里，不一定要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被影像化。好啦，你不要拿我相机嘛。对，你看，所以就是大家真的不用相机，你看你有相机，你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一边拍，然后你小朋友也边拿。讲到哪里啊？简明扼要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在做这个 vlog 的时候我的思考是怎么样，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也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家长。所以如果你也想要拍 vlog， 不管是为你们家还是为你自己的生活拍摄，或者在剪辑上有任何疑问的话，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然后我可以再做成其他的影片。好，跟大家说拜拜。你看这个光照在你的脸上。哇，容光焕发哎！好，拜拜。最近在征剪辑师嘛，我发现我征剪辑师的时候，我就需要把在做 YouTube 这个一整件事情需要想得很清楚，就包含我怎么拍啊，我的风格是怎样啊，然后我怎么剪啊，我在意的东西是什么，还有一些剪辑的流程啊，我都需要想得很清楚，然后给剪辑师知道这样。那时候主要想要征剪辑师，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实在是太满了，时间在这么满的状态下，我对小孩就会非常的没有耐心，然后我觉得这样对他们很不公平，就是他们没有必要承受我的情绪跟我的压力，这样子，对他们值得有一个更好的爸爸，有一个更好的先生。虽然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开销，但是我觉得应该会值得。然后我就想说啊，可是这样子我要去哪里找这个剪辑师呢？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随便在 IG 上面问一下好了，反正有找到就很好，没有找到我就顶多就自己剪，继续剪嘛。然后结果没想到哦，最后有40几个人来应征哎。超惊讶的，就是我没有想到大家对这件事情这么有兴趣，这样我就有说有经验没有经验的都可以来聊聊这样子。最后呢，我是找了一个有经验的一个剪辑师，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说，在我说我要找剪辑师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就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就说，他们也有兴趣想要学这样。大家想要学的话，我觉得 OK， 那我可以来试试看，可以告诉大家说我平常到底是如何从拍到剪，然后到最后成片，然后我在想的是什么？对，所以这其实算是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情，因为过去3年，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有点算是进入了某一种直觉的心流里面，对，所以其实我没有太特别去思考说我到底是怎么做的。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